有没有哪句话你曾信誓旦旦地说出口，却后来自己也当没这回事？我保证我会改。3天后又晚睡，我再也不传八卦了。结果最新八卦还是你最先知道。神啊，如果你让我考上，我就天天灵修。考上后天天在 Netflix 灵修。我们的话语有力量吗？还是只是说说而已？民数记30章1到16节是摩西转述神对许愿与启示的律法。重点是，一个人若向神许愿，就不可食言，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成就。若是年轻女子、已婚妇人，她们的誓言若被父亲或丈夫当天否定，就无效；但若父亲或丈夫沉默，就表示认可，誓言就成立。丈夫若日后反悔，让妻子担罪，神也会追究责任。这看似古老又父权的制度，其实核心不在性别，而在于神看我们的话语很重要，尤其是对他所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们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？ Vivian 是一位职场中间的上班族，也是小组里最有诚意的成员。3个月前，他被提名成为小组的祷告负责人。他虽然工作繁忙，但在聚会那天，眼睛闪闪发亮地说，我愿意承担祷告负责人这个角色，我会每周为大家发送祷告事项，提醒大家彼此守望。大家都为他鼓掌，也很感动。他的确前2周都非常上心，连祷告提醒都附上金句和动图，既温馨又鼓励。但是接下来的第3周没有提醒，第4周他说太忙忘了，第5周他说感冒没声音，不方便祷告，第6周他已读不回。大家开始有点尴尬，但因为这是教会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直到有天，一位平时少话的弟兄在群组中打了这段话， Vivian 姐，其实我们都理解你工作忙，但你自己答应要做祷告提醒，这是对神的承诺，不只是对我们哦。你说愿意，神也听见了。这句话像是一颗震撼弹，炸开了整个群组。Vivian 当场没有回应，沉默了整整1天。那天晚上，她自己跪在床边哭了。她想到自己当时说我愿意的认真模样，也想到这3周自己的敷衍与退缩。他不是故意的，只是生活太多事，他就暂时忘记了那个承诺。但神没有忘记，他想到传道书的一句话，你向神许愿，尽快偿还，不可迟延。那晚他向神认罪，也重新拿起了这份责任。隔天，他不只回应了群组，还主动提议在群组里设一个誓言回顾日，每个月1次，大家检视自己是否对神的承诺仍然坚持。这个提议反而点燃了整个小组新的火花，大家开始认真检视我曾对神说过什么话，也开始互相提醒，一起走得更长久。在神眼中，说出口的话不是语气词，而是立约的动作。现代人太容易承诺式滥用。主日感动说，我愿意奉献我的时间，
灵修时说：神啊，我从今天开始每天与你亲近。又或是小事上，我一定为你祷告，结果转头就忘。但神从来不轻看你对他说的话，不管是大声说的，写在日记里的，甚至是灵里低声的，我愿意，他都记得，也愿意帮助你成就。神不是等着抓你毁约，而是希望你学会诚实，学会敬畏他，也学会如何信守对他的爱的承诺。